神话次元出货的第一款产品，时隔多年迎来新宿体重置的超丝贝吉特终于登场。各位观众，赶快来跟老北一起看一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雨神北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神话次元的新品05、06、07三款六耳猕猴，当然也就是超丝贝吉特。盒子的话，为了契合六耳猕猴，这次也是采用了比较国风的设计。当然，经典的笔架还有书签也肯定是少不了的。然后来看配置，首先05普通版本的超丝贝吉特，主体之外六耳猕猴的部分是附带了一把刀以及一个披风，贝吉特部分则是附带了一个战损样式的裙摆，一个头雕，5张面雕，一对替换脚，3对造型手，手型附带了7对，特效则是附带了光剑还有气功，最后还有一对备用关节以及一根铅笔。然后06是超4界限突破，整体的配置和05没有区别，只在配色上进行了区分。而07则是同人还原的 GT 贝吉特，对比前两款，配件是缺少了一个裙摆，然后新增了一根替换腰带，手型则是附带了一对经典的车手套。面雕这次是分别附带了严肃脸、微笑脸、俯视脸、咬牙脸，还有怒吼脸。那这次面雕这个前3张表情刻画都还是很不错的，但这个咬牙还有怒吼，我个人感觉是少了一点张力，感觉表情应该再夸张一点。好，那么我们把手型、脚型还有头雕全部替换好。这里06我也换上了战损版的裙摆。那替换配件的话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一定要用吹风机加热辅助安装，防止关节损坏。那然后我们来先看一下05，也是最经典的超丝贝吉特造型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体型做的是真的很舒服，很还原剧中超丝贝吉特那个非常壮硕的体型。而有点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次的脚我感觉是有点做小了，这个身体这么强壮，一对比的话就会显得有一点不协调。然后06撕破贝吉特和05的区别，就是在发间还有裙摆的末尾增加了红色的渐变涂装，手套和靴子也都抹上了一层淡红色。最后07这个同人造型，则是综合了 GTA 里空贝的形象，贝吉塔的手套、腰带还有鞋子，加上悟空的道服裤子，倒是也可以弥补一下 GT 里没有出现逼王的遗憾。然后身高，我们拿出决战空，还有孔魔的乌吉塔以及魔气的超4来对比一下。这次的超4贝吉特比常规体型会高出不少，这个就属于是很惊喜的一点了。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有一款能把这个超4的体型做好了，也终于有一款超4身高不是和超1、超2、超3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拿出这款的前身空魔的 2.0 超4贝吉特来对比一下，只能说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明显，无论是整体造型、素体结构、头发还是面雕，这次的新版都是质的飞跃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这次的06也就是撕破取消了 2.0 版本的珠光涂装，导致撕破这个形态的特色就少了不少，这一点还是比较遗憾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，首先头发前面这2块上下还有左右全都带有的可动，背面这2片也是有着抬起的可动。然后低头，下巴可以碰到胸口，抬头和左右侧摆则是会被头发稍微干涉。然后这次的胸部零件是采用了软胶，整体会比较软。弯腰幅度还算可以，但是腰带会有部分干涉。后仰的话也会有部分的干涉。左右侧摆幅度还算不错，穿帮可以通过调整腰带来进行遮挡，手臂平抬可以达到90度，大臂和手套都可以360度平转，曲肘会被手套干涉，只能达到90度，蝴蝶关节拉出，双臂可以交叉，腿部前踢超过90度，侧踢90度，大腿带有平转，屈膝可以达到135度，并且膝盖的穿帮幅度非常小，脚部的下压、上抬还有左右接地都算是常规水平，脚尖依旧是带有一段抬起的可动，最后尾巴则是一个常规的球棍连接。然后来看配件，首先是这个造型手，这个创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牺牲了可动，换来了一体性，并且手腕的这个褶皱处理的也很细节，非常适合我这种直接入柜战师的玩家。
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替换。07的车手套则是一样的替换方式。然后本次的光剑也是需要造型手来进行安装。同时这款也可以适配 OC 的光剑。而这个气风特效则是一个简单的蓝紫色搭配，装好之后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。最后07的这个替换腰带则是可以还原出以悟空为主的臂王造型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替换搭配。好，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次神话次元的超丝贝吉特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首先这个体型的还原做的确实是非常棒，其次这3款的关节手感也都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整体的关节非常丝滑，阻尼感也很合适，只有脚踝处会偏松一点。缺点则就是前面提过的脚太小，还有怒吼和咬牙面雕的问题，尤其是那2个面雕还有不小的优化空间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这里是雨神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